布置怎么样？都好了。干嘛？会开枪吗？会。杀过人吗？今晚不需要用枪吧？备着，以备不时之需。一旦遇到危险情况，我就想办法打破窗户。四周我们都安排人了，你随便打破一片窗户，5秒内就会断电，后门会起火，然后你会听到枪声。然后电话就会响，里面就会说飓风公司被抢，需要支援。这时候王公馆一定会大乱的，我到时候想办法趁乱逃脱。或者我可以从前门冲进去救你。你一个人带着一把枪冲进去，送死啊？我们不是搭档吗？就算不能救你，也能死在一起，多罗曼蒂克啊！温之秋，你知道有什么比死亡更可怕的吗？不知道。跟你死在一起。行了，差不多了，出发吧。走了。有请柬吗？进去吧。楚小姐，例行检查。哎，我可是客人啊，不是犯人。楚小姐，我们也是例行公事。难道王公馆历来都这么待客的？历来如此。哦，那这样的话，我还是打道回府吧。稍等一等，楚小姐，脾气依然还是这么大啊！你要是想请我吃饭的话，就要有个约会的样子，搞得跟坐牢一样，有什么情趣啊？我还不如回家自己吃面呢。不好意思，最近我得罪了不少人，所以啊，不得不小心一点。王厅长，你既然这么胆小，那就不要再出来玩了，还不如回家陪你的太太、姨太太们打打牌，更安全，不是吗？哦，楚小姐，请。哦，怎么，不搜身也不搜包啊？为了楚小姐，我愿意破例。哎，你这……王厅长，你为我破例，我也让你放心。这完全可以看出来，啊，楚小姐没有带任何武器嘛。要不要再脱呀？不需要，绝不需要。来，请入席。这有半个时辰了吧？你说这饭是不是该吃完了？这可不一定。我就应该陪他去的。志秋，很少看你这么紧张啊。啊？我这不是紧张，我是担心。你呀，哪儿都好。你看你又会做菜，人呢又细心，还会做生意。你真的没想过认真的去交往一个朋友？你就睡这屋吧，床单、被套、枕头都给你换新的了。那你睡哪儿啊？你旁边，那是沙发。能不能一次性把话说完？
老板，老肖从北京回来了。让他进来。哎。老板，陆宁香找到了吗？我找到了林芳楼，也找到了当初陆宁香的妈妈，还找到了当初把陆宁香卖到林芳楼的小五。他七大姑八大姨，你找到了没有啊？说有用的，净说些没用的。我问的是陆宁香找到了没有？没有。那你还敢回来啊？你干嘛不在半路上找坏豆腐撞死啊？王八蛋，你给我趴着！趴着！趴着！我让你趴着！老板，我还有一件事儿。说，我虽然没有找到陆宁香，但是我发现另外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5年前，陆宁香就离开了林芳楼，说是一位陈家的大少奶奶帮她赎了身，而那位陈家大少奶奶，这名叫楚韶华。感谢各位来宾，相信大家都有非常不一样的感受。接下来留时间给现场所有的媒体朋友们、各位记者、各位观众，你们可以自由提问，向我们的演员以及我们的导演零距离接触，直接交流。请问张导演，您拍这部戏的初衷是什么？我们创作的初衷是希望广大的女性都能够像我们电影中的女主一样，勇敢地冲破家庭和社会的枷锁，能够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幸福。请问梁珊珊小姐，您这次扮演的角色跟以往有什么不同呢？我这次在《怒火重生》中扮演女主角李秀华，她是位独立的女性，是我们大家学习的榜样。我有问题想问一下白冰心小姐。哦，不对，我应该叫你陆宁香小姐。这位记者先生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们白冰心小姐在电影中饰演的角色叫李秀香。我没有搞错。陆宁香是白冰心在北京林芳楼接客的时候用的名字。你胡说什么？请问陆宁香，你是什么时候把名字改成白冰心的呢？哎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是啊，对啊，什么时候改的？对。那个，今天是电影《怒火重生》的首映礼，大家还是关注电影本身吧。请问梁珊珊小姐，您本人和角色有什么相似之处呢？有很多的。陆医生，你个卖肉贱货！你说说贿赂别人的人！陆医生，他们叫你办你做事！陆宁香，你这个卖肉的贱货，烧车忽悠我认得你。想当年在北京，8个铜板就随便摸，15个铜板就脱衣服的烂妓女。有记者，想不到现在居然当了电影明星。陆宁香，你还记得那个人吗？不要急，不要急。陆医生，你个卖肉的贱货，烧车忽悠我认得你。想当年在北京，8个铜板就随便摸，15个铜板就脱衣服的烂妓女。老外认得你，陆宁香。陆宁香，说说啊！你说呀，陆宁香，说说啊！陆宁香，别走啊！骗人，骗货，骗人！陆宁香，陆宁香，你这个卖人贱货，8个铜板就随便摸，烧车忽悠我认得脱衣服的烂妓女。白小姐，骗了你的那个男人是小武吗？是。他把你卖进妓院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投河自尽，以证清白呢？请问你是哪个报社的？小凤报，赖之明。
第5个要重点注意的记者是小风暴的赖之明，这个人呢一向都很尖刻的，不过我们可以以彼之矛攻彼之盾。赖记者您好，我之前读过一篇您的文章，是关于您回忆小时候的，在私塾里有同学丢了钱，那时候您家里是最穷的，所有人都认为那钱是您偷的，这件事情让您很受伤害。我想问赖记者，当时您为什么不跳河自尽，自证清白？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偷钱，我若是跳河，那岂不是枉死吗？那我又做错了什么呢？你死就是枉死，白小姐的死难道就是应该的吗？就是这样。白小姐，请问你对小五在报上说的那些话有什么看法吗？一会儿肯定会有记者问你怎么看待小五说的那些话，我觉得你可以这样回答：小五说什么，我没有任何的兴趣，但是有一点我确实是想不明白。像小五这种丧尽天良的坏人，他为什么没有被谴责？他为什么没有受到惩罚？他甚至现在还可以像名人一样到处接受采访，我不明白了，这是天理吗？白冰心，你一个当过妓女的女人，还到处抛头露面，还拍电影，你不觉得羞耻吗？所有无良记者当中，排名第1的就是《海上报》。你是《海上报》的记者吧？在这段时间，你不停地采访小五、妓女、老鸨，还有嫖客们，还编造了非常多的淫秽故事安在我身上。你善恶不分，为了一点自己的利益为虎作伥。有伤风化的，到底是我，还是像你这样的人？白冰心，你闭嘴吧，坐下。就是，像你这样的根本就不配做记者。什么人？丢几面？小孙，我是《新天报》的记者孙龙吟，我来说2句吧。我认为白小姐的过去，并不是她的污点。在她的人生经历过黑暗之后，她并没有选择自暴自弃，而是积极向上，自食其力，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多美好的荧幕形象。在我看来，白小姐是一位坚强、美丽、善良的伟大女性。各位记者朋友们，下面我们有一个关于白冰心小姐的新消息要向大家宣布，有请菊景堂的代表。我代表菊景堂宣布，我们菊景堂正式邀请白冰心小姐做我们新品冰玉膏的代言人。好。请问菊景堂在这个时候让白冰心小姐做代言人，是出于什么考虑呢？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。首先呢，白冰心小姐的名字和冰玉膏十分贴切；其次，白冰心小姐的容颜不俗，气质高雅，也和冰玉膏的高端定位十分吻合。最重要的是，白冰心小姐乡出苦寒，品性高洁，我们菊景堂全体员工十分钦佩，所以我们用这种方式表达对白冰心小姐的支持。谢谢。好，我代表《新天报》呼吁所有的新闻同仁支持白冰心，对小五这一类的受贿毒瘤抵抗到底。好，我们是大麦报，我代表大麦报宣布要为正义而发声。好，白小姐，你不用怕他们，我们支持你。对，支持。谢谢，我要谢谢大家。现在在国药工会的成员当中啊，田大少的支持率依然是最高的，占30%，而夏老板的支持者只占2%。那另外5成呢？温室大药房。哎，夏老板，这事我跟韶华商量一下，
知道了。好，晚点回复你啊。夏老板来找我们帮忙，帮什么？他说3个月前呢，他透过卢公子的关系，安排了一批防疫伞进到浙沪联军的采购清单里。但不到1个月，浙沪联军宣告战败了，现在这批货销不出去，所以请我们帮忙想办法。有多少？50万盒。啊，那如果我们帮他分销的话，1个月300盒顶天了。要是加上菊景堂的所有分店，想把这50万盒全约掉，那也给20年以后了。嗯。但如果上海300多家药店一起卖的话，半年之内就能买完。他们为什么要帮菊景堂呢？除非有利可图，而且还是暴利。那就只能亏着卖喽。那这样吧，你帮我算一下，亏多少合适？哎，反正都是亏了，不如亏到底。免费送？对，现在上海有50万个产业工人，1人1盒的话正合适。你知道这50万盒防疫伞的价值是多少吗？价值10万大洋，但你们的成本也就3万大洋。也就。楚小姐的口气未免太大了吧？要不还有另一个方法，经过测算，如果能够将防疫伞的出货价降至5文，卖价定在40文，那全上海的300多家药铺会很乐意替我们分销的。嗯，顾客也应该会很愿意购买。那这样2个月之内呢，就可以全部估清了。那我们岂不是要亏了吗？亏28000大洋，这也亏得太多了吧？不行不行，绝对不行。那我们也没办法。要我说呀，这批货全都发到北方去啊！首燕药妆那么多客户，我就不信卖不出去。这批防疫伞是专门为浙江地区特制，咱们要发到北方去啊，药效肯定不济，到时候影响咱们菊景堂的名声。这样吧，咱们先把防疫伞的事情先搁一搁，说一下国药工会选举的事情。目前呢，有50%的工会成员是认为夏老板就是一个来上海捞钱的北方佬，说您见利忘义、冷酷无情，所以目前要在短时间之内呢改变他们的意见，扭转局面的话，那咱们就要费更大的力气，要改变一下夏老板的公众形象了。我大概估算了一下啊，记者采访、报纸广告、杂志广告，还有传单、海报，另外还要跟国药工会其他的会员多多应酬。这些所有的费用算下来，大概是需要32000大洋。这只是打底啊。对，要花那么多钱？这儿还要花这么多钱，那咱们不能亏着卖，更不能免费送。送，必须送。这50万份就全部免费送给上海的工人吧。老板，是否咱们再搞？楚小姐，这件事儿就全权交给文氏大药房办吧。没问题。哎，小妹，我想问一下，今天是公休日吗？是啊。那其他女工都去哪儿了？都去那边听演讲了。哦，谢谢啊。轩，你想去法兰西吗？想。
轩，可以把刚才那个英文歌再给娘唱一遍吗？可以。就送到这儿吧。好。我这就回北京，给你和轩轩办手续，订火车票、订船票，可能需要3天的时间。我也得需要一些时间去安顿家里人，还有大顺的娘。办好所有的事情，我就回来接你们。轩，跟夏叔叔说再见。哦嘿哇！哦嘿哇！这是我跟轩轩的秘密。那3天之后，咱们2路口见。不见不散。等我。等你。娘，听我吹。别胡说，不会吧？这店铺里的伙计都撞见好几回了，还不会呢？真的？老大家的亲口跟我说的，说以后也不打算改嫁，就一心一意的把轩轩给带大了，好好过日子。姐，这话是死的，这人心可是活的。那他们都合伙一块骗我？不能够，不会骗我，不会的。姐，就你们老大家那心思，你根本就玩不过啊！ Home, home was a childhood as mother. I think we were home. 姐，你听我的，你一定要早拿主意，听见没有？我能有什么主意呀？嫂子，哎，你们回来了。Mother, bring me up home, dear old home. Home was a childhood as mother. 叽里咕噜的唱着什么呢？他唱英文歌呢。啥叫英文歌呀？奶奶看。嫂子，我给你打盆热水。哎，好，慢着慢着。奶奶看。哎呦，这书真好看，奶奶看看，奶奶看看，哪儿来的这书啊？叔叔给的。叔叔？哪个叔叔啊？夏叔叔。哪个夏叔叔啊？夏叔叔就是夏叔叔。谢谢你啊，宋平。咋了？你今天看起来跟平常不大一样。怎么不一样啊？今天特别好看。是吗？啊，你看得我都不好意思了。真白。他又去华顺药铺找那个小寡妇去了。在里面待了2个时辰，后来2个人一起出来，一路上有说有笑的，一脸笑容，去哪儿不知道啊？哼，那就是说，条件已经谈妥了。掌柜的，咱们是不是得赶紧动手了？今年给三手帮的礼物都送过去了，咱们的货1年都平平安安的，肯定是送过去了。那跟三手帮联系的那个人还是贝老太婆？对，一直是他。那好，你就跟贝老太婆说，二秃子一直想找的那对年轻小夫妻又来齐州了，让他赶紧动手。如果等人走了，二秃子这一辈子就别再想报仇了。是，去吧。
大少奶奶，您找我们呀？小王、小江，我有件重要的事跟你们说。我决定了，把华顺药铺的股份4成分给我婆婆，另外4成呢分给我娘，剩下的2成股份，按照资历和职位，分别分给你们2位，还有柜上其他的伙计，具体的份额都写在上面了。我们也有？对。多亏了你们2位先生，还有柜上其他伙计，咱华顺药铺才有这等兴隆啊！所以你们持有股份那是应得的。谢谢大少奶奶，谢谢。另外啊，这份股份契约上我也注明了，华顺药铺呢，将来由你们2位共同掌管。虽然我娘和大顺的娘持有股份最多，但是他们2位以及陈楚2家的任何人都不可以插手药铺的经营事宜，而且他们也只有分红，股份是绝对不可以转让的。大少奶奶，您就这么信任我们？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。我当时聘用2位来华顺药铺做事，对你们的人品心里早就有数了。往后这药铺就得靠2位辛苦的细心维持，这样大顺的娘还有我娘，生活上就有所依仗。哦，还有，不论是你们2位，还是其他持有股份的伙计，如果将来有一天离开华顺药铺，股份也是要收回的。明白，大少奶奶您放心，我们绝不辜负您的嘱托。大少奶奶，您这安排，陈家和楚家的人可知道？他们可同意？华顺药铺是我一手创办的，怎么处置那也是我的事。我相信这对2家人来说也是最好的安排了。哦，还有，这份契约呢，是我亲笔所写，回头咱们还得去安科堂留个底，也不怕将来会有什么风波。大少奶奶，哎，您一定要走吗？这华顺药铺是您一手撑持下来的，您真的舍得扔下吗？我们舍不得您走。我也舍不得华顺药铺，我也舍不得你们。但是吧，我就怕，如果我不走，我可能也会后悔终生。大少奶奶，您是做大事的人，那我们哥俩就再次祝您跟薛小姐此行一路顺遂，前程远大。大少奶奶，您放心，我和王大哥一定精诚合作，力争华顺药铺蒸蒸日上，同时一定会善待陈楚2家。那就拜托2位先生。请吧。魏婆婆，守元药庄的人来了。守元药庄老梁给魏老夫人请安了。怎么，又有货要从山边走？希望二秃子照应一下。啊，这次没有货。这次我是有个消息，想跟二秃子兄弟知会一声。什么消息？不是这几年二秃子兄弟在找一对小夫妻吗？我也是无意当中得知了他们的下落。在哪儿呢？男的死了，女的还活着，还在镇上开了一个华顺药铺。好了，话我会带到的。哎呦，还未呢。大哥，娘。哟，韶华，你怎么有时间来了？我特意来看你们的。哎，少忠，妹妹来了，快来说说话。
你就当我不在家。哎呦，娘，坐吧。想你啦。娘，我这次过来呢，是特意跟你们告别的。啊？我要带轩轩啊出一趟远门，这一走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回来了。你说啥？要出远门？对。你要去哪儿啊？法兰西。法兰西？那不是洋人的地儿吗？对。你跑那儿去干嘛呀？你一个人带轩轩去？还有一个朋友。什么朋友？靠不靠谱啊？很靠谱。那盘缠带够了没有？路上安不安全？那洋人的地儿，咱们中国人待得住吗？韶华，你可千万别被人骗了呀！哥，你放心吧，我和轩轩此行啊，一定会平平安安的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就别操心了。韶华从小就能干，肯定没事。娘，可他这次走的也太远了。是，你说你这日子过得好好的，干嘛非要走啊？我一直都想去外面看看，这次也正好是个机会。可是你走了，这家里怎么办呢？就是啊，那你的药铺怎么办？我走了以后呢，华顺药铺这边就交给王先生和江先生来打理。啊？交给2个外人打理？他们俩是跟我一起创业的元老，不算外人的。那不算是外人，那也是外人呢。那还不如交给我打理呢，是不是？你是不是信不过我？大哥，我不是信不过你，是现在华顺药铺他们俩做的正得心应手，贸然换人的话，我很怕影响到华顺药铺的生意。什么好影响的？华顺药铺的门道啊，和别的药铺还有点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的？药铺我开了几10年，不就低买高卖那点事儿吗？大哥，你就相信我吧，我这么做就有我这么做的道理，而且也是最妥当的。反正说来说去，你还是信不过我，啊？怕我搞垮你的药铺？不是，我不跟你聊了。哥，韶华，你说你都要走了，你还不把药铺交给你大哥，你是不是有点过分呢？啊？娘，大哥他就不是做生意的材料，我如果把华顺药铺交给他，那结局就跟池春堂是一样的。可是，我们就不说这个了。我今儿个来呢，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儿跟您说。等我走以后，华顺药铺的股份，您和大婶他妈各占40%。那是多少钱呢？这么说吧，没有天灾人祸的话，华顺药铺1年的红利可以维持这一大家子的生计，就算将来小宝上学什么的，那都不成问题了。那就好。哎，但是你们只有分红，不能参与药铺经营，也不能把股份转让。那，你这又是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说，这钱你们就安安稳稳的拿着，未来啊，也不用再为钱发愁了。好了，娘，我呢要回去了，啊。再过2天呀，咱们就一起去安克堂签字画押去，啊。这事就这么定了。不管怎么样，你自己都要小心。放心吧，我走了，娘。